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Forecast Happyology 读占卜的频道。今天要接着来看一下大家龙年的能量状态。那么这次的占卜呢，我用了雷雨签诗。雷雨签诗呢，又叫做关帝庙的签诗。它很多时候是关帝庙，它用了这一组签诗。这组签诗其实流传的蛮广的哦。再来是紫微卡、塔罗牌以及神谕卡等等，来做一个综合的解析。这个占卜呢，主要在提醒大家哪方面需要注意。那么现在的龙年的整体能量呢，在怎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也像是前几个测验一样，请大家静下心来。我也会放一段冥想的音乐来帮助大家选择。有4个选项，从左到右是1、2、3、4组。那么，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牌卡的背面花色，或者是从1、2、3、4中选一个号码。大家都选好了吗？请大家直接从资讯栏跳到自己的组别时间。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解说吧。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大家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大家龙年的整体的能量，然后该注意些什么呢？那么呢，我们今天比较特别哦，用了一个关圣帝君的灵签，加上紫微的牌卡来看一下，还有加上其他的塔罗牌卡来看一下大家整体的能量有什么地方是特别该注意的。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首先呢，第一组的朋友，你的关圣帝君的卡片，你所抽到的是第36签。他说：功名富贵自能为，偶著先边莫问一，万里鹏程均有份，吴山顶上好钻龟。那么它是上集，大体上都是好的。不过这边的解签他说，这个签呢，它就是不可以照进。富贵迟速有时，就是富贵呢，看天什么时候给你，就是什么时候给你。在家的话呢，则会觉得困顿。所以这组人要出外，他说出外的话呢，则会就是运气亨通，不可以守旧。如果有官司的话呢，将会得到合理的评断。名与利的话，则是比较慢才会成功。那么行人就是旅行的话呢，会稍有阻碍。结婚的话呢，或者是姻缘的话呢，是可以成功的。如果是患病的话，可以健安。然后这是先凶后吉的一张牌。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紫微牌卡，你所抽到的是巨门，再来是陀螺。指点就是神谕卡呢，你所抽到的是纠结。这张牌是纠结，就是没有办法做下决定。再来是动力，这个为了因应龙年哦，所以我选的这个前面几张主牌，它比较东方，比较中国一点。再来呢，你抽到的是真爱，再来是祝福，以及一个开放的循环。那么星座牌卡你抽到的是双鱼座，就是我相信。还有一张牌是第3宫，它是讯息。那么塔罗牌卡你所抽到的是圣杯的侍者，再来是钱币3，最后一张则是力量牌卡。那么纵观大家的牌卡呢，从这个雷雨诗签来看起哦，其实雷雨诗签它也叫做关帝签哦。大家抽到的是这张上集的罗隐求官。那么这个罗隐求官的故事非常的特别，而且它和你旁边2张紫微牌卡非常的有联系哦。但是我们先来说这个签诗的表面上的意义哦，它是说呢，在求取功名跟富贵上面呢，选到这组的朋友呢是自己有能力的哦，是自己可以做到的。
不过呢，这组的朋友在一路走来的路上呢，会遇到许多的磨练。这边呢，先边是指你会遇到许多人鞭策你哦。那么你也不要问说为什么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呢？就是要度过这个磨练。经过时间的淬炼呢，走过了万里路，看过了许多世界上的不同的事情之后呢，这组牌的朋友就可以在这个事业上呢取得自己想要的一个地位。那么这个地位就好比呢，在一个高山上呢，大家达到自己心中所想要的那一个崇高的信仰。那么呢，大家的紫微牌卡抽到的是巨门跟陀罗。那么前几副牌也很多人也有抽到了巨门哦。那么巨门呢，就是口说口语，而陀罗这个能量是有一点破坏能力的，而且它会一直绕着你转哦。所以这个能量呢是稍微比较负面的，而且你又抽到了旁边的纠结。那么陀罗跟纠结基本就是差不多的一个能量。那么这样看起来呢，好像是会有纷争，而且是口说上面的，可能会有一些口语上的争执。那么大家所抽到的这个签诗呢，它又是丁开头的哦。那么丁阴同机巨，巨门化忌。那么巨门化忌加上陀罗，又抽到了纠结。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罗隐求官的这个故事。为什么罗隐到了很后面才能够求取到他属于自己的官阶呢？因为呢，罗隐他其实小时候呢就非常的有才能，写起了诗啊，写了文章。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那个古时候要科考，所以是写文章为就是人生中的一个重点。如果你要当官的话，写文章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么他从小呢就非常的会写文章，可是他的名声呢在乡里当中很大，可是却一直没有考中科举。为什么没有考中科举呢？其实很多大官很欣赏他哦，甚至连宰相呢都很就是推崇他，心想说这真是一个人才。可是他终究是永远都没有考上。为什么没有考上？因为他写文章很喜欢语带讽刺，很喜欢在上面写一些针砭时事的话。可是大家在职场久了就知道说，如果你的地位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啊，即便你所写的文章说出来的事情呢是再正确也不过，是非常的实事求是。可是呢，因为在上位的人就是他们把事情搞成这样子的所以呢，你把它指出来，就很像在指他们把事情搞成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像这样子的人呢，在这个社会往往呢就会被埋没，因为他讲的事情再正确，人家也不会想要选他。因为谁要选一个就是一进来呢就是会指着自己鼻子骂的人，这个就很难是求到一官半职。那么这边的巨门化忌呢，就是在指这件事情。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可能在事业上呢，这个能量当中呢，要稍稍注意自己的言辞的运用，是不是和长官有所冲撞，又或者是说，你知道这个讲出来的话可能会引起一阵涟漪，可是呢，你还是执意的把它讲出来。又或者是说，选到这组牌主人，因为你的塔罗牌卡有抽到这个圣杯侍者，又或者是说，你很同情弱者，你很容易弱者的处境呢，就站出来帮弱者发声。这种行为呢，真的非常高贵，可是它往往呢，有时候拿捏的不恰当。它纵然会引起旁边人的尊敬，可是他没有办法取悦就是上面的长官跟上司。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今年的能量呢在事业，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呢怎么样和人好好的互助合作，然后不要在口语上争强好胜。因为各种呢口语上的能量、争执的能量都已经围在你的身边了。如果你再掺一脚的话呢，事情往往就会很难收拾，或者是会拖得很长。因为罗隐呢是到了很久很久之后，他甚至10次什么科考都不中，很久之后呢，才终于呢凭借着一个
宽宏大量、气度很大的晚辈，是晚辈救了他，帮他写推荐信，他才呢在之后的晚年呢，就是有一官半职可以做，也算是把他的才学呢稍微的发挥出来。那么呢，以古鉴今，就是大家要看着这个古时候的故事呢，要告诉自己说，如果我要早一点呢，就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的话，那么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呢，职场上社会化的那一面哦。那么大家又抽到这个钱币三，钱币三呢是一个今年很多时候你都要和别人合作，不管是要修缮家里，不管是工作上的团队合作，又或者是说要组织一些什么社团等等哦。钱币三的能量就是你要不断的和其他人商讨。那么在这张牌当中呢，看起来也比较像是工作上的，因为他在打造一个新的一个建筑。在这样子的氛围当中呢，知道怎么样和人有时候要让利，有时候要争取，但是又不能在口舌上面呢一直纠缠的话，这点就是今年要学习的课题。所以这纵观整个牌卡呢，巨门化忌加上纠结跟陀螺，就是大家在做事情的时候，只要这个话题呢，它已经转到第二遍的时候，你就要有点警觉。在提到第三遍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其他的方式，把它转到其他的话题或方向去，要不然呢，所有的人就会在原地踏步跟打转，这样会影响就是今年事业上的发展。这点一定要注意。又或者是说你在面试的时候，如果这组的朋友又要面试，如果考官呢已经在同一个问题上呢打转了，到了第二次的时候，你就要警觉他是不是不满意你的回答。那不要傻傻的再回答跟第一遍一样，一定要赶快的察言观色，去思考对方其实想要什么答案，你赶快把它说出来，赶快换一个方式说出来就好了。就是不要执着说，可是我讲的就是我想的啊。没有，你的目标是要进这个公司，不是要展现你的个人意志，这一点一定要想清楚。那么呢，圣杯侍者呢，他也说明了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完全有这个能力去思考跟察觉到对方想要什么答案。因为选到这组牌的人有这个能力，所以你最后一张牌才是力量。力量牌就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其实你可以克服今年在事业上所遇到的很多很棘手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或这个争执两方面不妥协，这个合约谈不成，谈判没有结果的事情，可能会在今年成为一个主题，绕在选到这组人的身边。可是因为你有办法解决，所以你最后才会得到事业上的提升。因为毕竟罗隐求官最后是一个上级的牌哦，它是一个有善终的牌，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是有办法去克服这所有到这个身边的这个难题。你最后就会和这个难题的这头狮子呢处得非常的好，它会依偎在你的身边，难题呢也会被你驯服。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就是要注意在口语上，如果自己的讲话觉得没有什么艺术的话，可能要去买几本书或看一下有相关的一些课程呢，训练让自己讲话可以非常的委婉，就是不要带刺，像罗隐一样写这个文章就要讽刺别人是白痴这样子。罗隐的故事实在很好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网络上找一下，它很长。然后这个罗隐这个人呢，他明明是要去投靠别人，但是他到达了这个目的地呢，看到这个他原本想投靠的人呢，这个行为跟这个思考都落后自己，这个根本就没有逻辑。罗隐呢还会特地写一篇呢文情并茂的文章，大骂这个想要投靠的人，但是他也知道这个行为不对哦。然后呢，他就会写完之后把他公告之后呢，赶快坐船连夜逃跑，让别人派追兵也追不上他。这个人真的很妙，大家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这个太奇妙了。那你之前就打听好嘛，干嘛不打听好了，还要到人家的地方去把人家痛骂一顿？
虽然生活这样子，有时候也增添了许多欢乐跟乐趣，不过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我们还是认真的过一下人生哦，不用像罗颖这样子到了七老八十才稍微的收敛。他到老的时候也知道自己要收敛一下，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觉得很妙。不过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终究在龙年呢会找到自己的志业，就是一生所爱的一个职业哦，是一个让你很有动力，让你想要去一直做，觉得非常的有趣，不会无聊。已经找到跟这个事业相处的方法，每天早上起来不会觉得上班很无聊，会觉得说啊，今天要做很多事情，觉得很棒。你抽到这个动力哦，就只是可能要稍微就是提防一下旁边的闲言闲语，不要被闲言闲语给带走了哦。因为你的签诗上面是说功名富贵自能为，你自己就可以决定，你不用靠别人哦。罗颖本身就是个很有才华的，他只是要把他的脾气稍微修炼一下，他就可以走向康庄大道了。那么选到这组的牌的朋友呢，本身具有的能力呢，已经是超前别人哦，只是要训练一下自己表达的能力和别人合作的能力。就是在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私人的情绪跟心情呢写在脸上，要用圣杯侍者的这个能力去同理别人，并且把这个职场呢弄得让自己可以如鱼得水哦。因为你又抽到了真爱，当然有些人会在爱情上会寻找到自己的真爱，不过这边更像是你会找到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一个事业，或者是面试上自己喜欢的一个职业，一个工作相关的领域的工作。而这份工作跟职业呢，是受到祝福的哦，它可以引领你的人生走一段很长的路途，因为它毕竟是你一生所爱的一个想要做的一个事项。再来呢，你又抽到这个开放的回圈哦。选到这组的牌的朋友，虽然你会面临到旁边环境上会有一些纷扰，尤其特别是口舌上的嘛，或者是说事情很多，因为分工合作的话呢，终究是会有几件事情可能会比较不擅长，需要耐着性子去处理哦。那么呢，这张心灵的牌卡就是说你是受到保护的哦。那么把这所有的事情呢，把它规则化，把它当成一个课程来学习，然后把陀螺这么繁杂的一个能量要简化它。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要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跟沟通能力，因为你的星座牌卡抽到了双鱼座跟第三宫，第三宫是特别着重于就是邻里的沟通、兄弟姐妹的沟通，以及你在生活上方方面面的沟通表达能力的一个培养。所以这副牌的整体的能量呢，全部都是落在口舌纷争的上面，还有表达能力上面哦。所以这副牌的能量非常的集中。那么解决方法就是也很集中。圣杯侍者呢，跟双鱼座的能量是很像的，它是一个要运用自己的思考能力、同理心，让自己的梦想能够有一个前期的准备。另外呢，双鱼座这个它也是以直觉取胜，也就是说你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你如果有一个感觉，别人开始要往这个回圈里面、漩涡里面呢跳进去了，你就要发挥你这个同理心，察觉到这个事情的发展呢，就赶快把大家给抓出来哦，带领大家往这个事情往建设性的方面去走。再来呢，因为你的签诗上面呢，最后的也是和宗教、玄学等等直觉力有关系哦。所以在事情还没有到来之前，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就可以预先做一个准备，让事情呢先往正向的方面去走，这样可以省下不少的力气哦。再来呢，如果对自己的职业方向呢还没有头绪的朋友呢，这边有几点提示哦，就是这边有很强很强能量，就是心理咨询师、沟通师，就是有关玄学方面，例如说宗教的布道，
又或者是你的工作上必须要一直和人家讲话的，例如导游，又或者是什么业务，你必须要和别人一直沟通，才能成就一个案子的完成哦。这都在这个范畴里面。尤其我们以心理咨询师来讲的话呢，这个病人呢，他不会一次就好，他会一直的钻牛角尖，不断的在你的门诊重复出现呢，这就是巨门化忌跟陀罗的这个力量。然后你可能就要一直讲同样的话，去安抚他的情绪。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这边有这样子的职业提示哦，所以如果是可能刚毕业啊，或者是想要转换跑道的，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适合这样子的职业哦。因为这边的朋友是很适合的哦，因为你有同理心，再加上你很有耐心，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做相关的职业，看起来是很适合的，而且会不断的沟通，每天都要运用到大量的表达跟沟通的一个能力。那么以上呢，就是选到这组牌组龙年的整体的能量哦，感觉上是虽然会有一点烦，可是还是会有所得，并且呢，会找到自己这一生当中都会很想要从事的事情，是很不错的一个能量。那么以上就是这一组的讲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龙年呢，祝福大家的能量都能够满满，非常的光明，非常的开心。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大家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龙年整体的能量运势，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呢？该注意的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么今天呢，我用了许多不同的牌卡哦，比较特别的是用了一个关圣帝君的，就是签诗，以及紫微的牌卡。那么呢，因为是龙年，所以就是跟着这个新年的气氛呢，就选择这个大家到庙里面都会拜拜的一个签诗。那么呢，第二组的朋友，你所抽到的关圣帝君的签诗是第75签，它是刘小姐爱蒙正。生前节的好姻缘，有的写好姻缘，不过这张牌写是生前节的好原因。一笑相逢情自清，相当人物无高下，得意修论富与贫。那么它是中级哦，这边呢就是说，钱财呢可以聚拢，生病的话可以得到一个注意，会痊愈。如果是问官司的事情的话呢，可以遇到这个贵人，要多加的行善修德，经常的祈祷以求神明的帮助。那么旅行的话，或者是有等待的话，它会到来。事情呢，大部分都是没有阻碍的。他说这个是大吉的签，不过他前面是写中吉，但是解签的又说是一个大吉哦。那么你的紫微牌卡所抽到的是禄存以及左辅。那么提点的牌卡你所抽到的是给予以及同情。再来神谕卡你所抽到的是接受以及喜悦。再来是空洞的心。再来是巫女的伤痕。哇，你抽到了比别人多很多牌卡，看你今年可能会发生比较多事情哦。火星力量。再来是第五宫创意。再来是海王星牺牲，以及处女座的我分析。再来你的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死神牌。不要觉得抽到死神牌就很可怕因为要看你其他的牌卡其实你的牌卡非常的好哦。你抽到了命运之轮。再来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钱币国王。再来是钱币八。那我们就先从这个雷雨诗签开始看起。
那么刘小姐爱蒙症的这支签呢，它是一支中级的签，而且它偏向于选到这组牌的人呢，可能在龙年呢的重心会放在这个认识新的人上面。是一个比较偏向爱情啊、关系啊这类的一个能量。由于大家的这个紫微牌卡呢，抽到了禄存跟左辅，他感觉上呢，在这两边，他自己的能量呢，并没有很彰显，感觉上是在强调大家所遇到的这个人呢，可能会在金钱以及事业或者是在生活中呢，给选第二组的人很大的一个帮忙。尤其呢，紫微这两张牌卡，它的牌面的这个画面呢，都是金色和绿色相间。这个从这个钱币当中长出了这个大树，以及在竹林当中，下面呢是一片的金黄色。所以呢，选到这组的朋友在龙年会遇到，不管是事业的伙伴，或是遇到新的另外一半。它都可以为第二组的朋友呢带来一个全新的生活的感受。以整体而言呢，这副牌卡呢，它呈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氛围，是其他牌组都没有的。这组牌组有一种咸鱼翻身、置死地而后生，或者是失而复得等等。那么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是一个比较悲情的角色，我们可以这么讲这个能量不会很高，而且这个能量是你不断的在给予别人，因为你重复着一个主题，就是你一开始的塔罗牌抽到的这个是一个死神，好像什么东西都已经无以为继，了无生气，你好像从别人那边得不到能量，而你自己也给不出去了，这种能量场的一个停滞的感觉非常的强烈。再加上呢，你抽到了这个海王星，海王星它就是一个牺牲，而你的提点牌卡抽到了同情，所以可以想见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过往的时间，你很容易因为一时的同情，或者是太容易相信对方等等呢，就做出了一些不必要的让步，而这个让步呢，会为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例如说，你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帮忙别人什么事情，又或者是说呢，朋友有难，然后请你借他一笔钱，选到这组的朋友呢，就会很容易心软，就把钱借出去了。可是对方呢，却不会把金钱还回来。那么选到这组牌的人有一个倾向是会借出去太多，会给出去太多，以至于呢，当他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其实是会影响到选到第二组人的生活。但是呢，在龙年的时候，会有一股新的力量进到各位的生命当中。因为呢，本来大家呢选到这副牌的时候，可能过往很多事情会让大家觉得很沉痛跟心痛。因为这边有一张空心，就是心都被掏空了，给出去太多，没有办法回收，反而呢，本来自己给出去是想要帮助别人。反过头来却变成了一个受难者的一个角色，变成自己的心呢都被掏空了。那么呢，旁边这个心呢，没想到在龙年的时候呢，却有一个类似新的能量场进到大家的生命当中，它呈现的是一个新的治愈方式，不管是一个神奇的事件的发生，或者是大家的身体健康找到新的治愈的方法等等这是一个比较很难以言喻，而且这个事情的发生，能量场的转换是非常突如其来的，是一种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发生？你没有想过，好像是上天安排好的，命运之轮重新启动，开始呢，大家本来已经干涸了无生气的生命当中呢，突然出现了新的转机，而这个转机很可能是终于有人看到了大家的才华，或者是说在爱情当中受了很重的伤，久久呢都不愿意再相信爱情，可是却出现了一个人，让你一开始
就有一点一见钟情的感觉，而且感觉非常的熟悉，因为他这边是说生前结得好姻缘。那么这是生前，就是在前世的时候呢，你们两个就遇上了，所以呢，在今世相逢的时候呢，你就是双方一看就知道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就是俗称的 déjà vu。而且呢，两个人彼此相吸引的关键因素没有建立在物质之上，虽然没有建立在物质之上，可是两个人的相遇却可以创造出很丰沛的物质，这是这一组非常特别的一个能量哦。尤其是呢，你们两个人，或者是你找到新的合作伙伴，或者是你搬到哪里去，遇到新的什么重要的室友、重要的上司等等哦，你在龙年呢和别人建立起的这个关系是很重要的，而且是互相有助益的哦。禄存跟左辅就是在事情上可以帮助你，在金钱上也可以帮助你，而且是你们两个互相可以提供对方不足的一个部分哦。那么这个吸引力呢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你旁边有一个火星，这个是力量，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龙年呢会从一片荒芜当中蹦出了一个很突然的新的火花，而且这个能量场非常的强，就像这个火星呢充满了热烈的火焰一样，让你自己都非常的惊奇，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同时间呢，第二组的朋友在选到这副牌卡之后，你遇到这个命定的事件之后呢，会学习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给予，还有怎么接受帮忙。由于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呢脸皮比较薄，或者是之前呢不知道如何开口。当别人想要帮助你的时候，这组的朋友呢会不知道怎么接受，又或者是说呢，这组牌的朋友因为实在是太有怜悯之心了，因为你有同情，又有抽到这个海王星，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容易一时的感动、激动、同情，看到路边跟你伸手要钱的人，或是信封突然就是寄来一封，希望你资助这个什么，不管是什么残疾的什么基金会等等，就是选到这组牌没有很容易就一时觉得说啊，我应该要赶快做善事，人家都寄信来了什么的，就把自己的钱掏出去，可是忘了这个水电费还没有缴等等哦，就会造成自己呢越来越没有弹性，因为当你付出了一个比较多的金钱，在一个没有在你的生活之上的时候，虽然做善事非常的好，可是那一定要行有余力，要不然呢，你就会限缩你自己的生活到越来越狭窄的一个部分哦。那么呢，今年所发生的事件呢，会让大家逐渐培养一个适当的给予跟勇敢的接受这样子一个比较正向的磁场。所有的牌卡呢，在这副当中都是一个对比跟跳跃式的。除了大家的3张的比较中国这个牌卡，就是你这个主牌呢被禄存跟左辅所相夹这个之外呢，它是一个能量场之外，你的塔罗牌卡从死神到了一个命定的飞跃，到了非常富足丰饶的钱币国王。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会遇到一个物质非常丰沛的一个事业或者是恋爱对象，甚至呢更好的情况是因为一个命定的，例如说订单啦、工作机会啊等等，选到第二组的朋友突然成为了一个大家都很羡慕、非常会理财、赚钱等等的一个角色哦。那么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得到了这个这么棒的机会之后，并没有去觉得它是理所当然的，又重新往钱币吧孜孜不倦的开始重新打造新的任务，或者是延续这笔财富，将这笔财富呢投资在新的事业上，或者是在投注在新的作品之上等等哦。那么塔罗牌的整个流向呢，已经非常的不可思议了。再加上大家的星座牌卡，本来是从牺牲的一端是双鱼座，
跳跃到180相位之外的，因为双鱼和处女座呢是180度的对象的星座，他们的能量是相反的哦。从一个只会用这个情感来驱动自己的人，变成了一个用头脑分析事情该不该这么做的处女座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性格哦。这两个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能量。再来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另外一个这个星座牌卡呢，从火星的一个冲动性的一个能量，到了这个第5宫，它是一个创造的能量，也就是说火星是一个实践的力量，而第5宫呢，它是一个创造力的展现哦。大家可能会把自己经营已久潜藏已久的一个才能全部都发挥出来哦，这就是第5宫的一个能力。那么大家的提点牌卡呢，也是从同情到给予哦，这个也是2个不同的一个能量。再来呢，另外一个是接受，所以这边有给予又有接受，这也是2个极度相反的能量。心灵牌卡也是说，一个被掏空的心呢，最终找到了一个治愈的方法，产生了一个神奇的能量，心终于被治愈了，心情终于失而复得，变成了一个正向能量，从一个负面到一个正面。那么所以龙年呢，所有的事情大家经历过一轮之后呢，真的是从一个最低的地方开始，一直延续到最高的地方。那么龙年的能量呢，非常的强哦，而且它这个是含有一个命定的感觉在里面。最终大家会找到一个路径呢，是自己觉得最舒服的哦，就是在这个极端的能量当中找寻到那个平衡点。另外呢，还有少部分抽到这组牌卡的人呢，因为你遇到这个命定的对象，你们的进展很快哦，因为有火星，然后呢，你有这个接受和第5宫哦，所以很可能会很快的有新生命的诞生哦。那么如果已经就是结婚很久的人哦，今年也是一个不错备孕的一个时期，因为接受的这张牌卡，它讲的是一个很明显的生育的一个状态哦。那我们再回到这张签诗来做一个总结哦。刘小姐爱蒙症呢，就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看到这个一眼就非常喜欢的对象，或者是一眼就觉得很适合的合作伙伴的时候呢，先不要从物质看起。当时候呢，蒙正遇到这个刘小姐，是刘小姐在招亲的时候，刘小姐的父亲是一个富豪之家，他想要丢绣球呢，帮女儿招亲。那么在丢绣球的时候呢，刘小姐呢一眼就相中了这个相貌堂堂、身形魁梧、一表人才的吕蒙正先生。他就把这个绣球呢直接就抛给了这个吕蒙正，吕蒙正就接到了。当然了，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呢，这个古时候这个绣球招亲只是一个幌子，可能父亲在下面已经派了很多暗桩了。那么选择 A、B、C 呢，就是父亲怎么样都没关系，就是不要选到其他的闲杂人等这样子。哪知道自己的女儿刘小姐呢，有一个不同的心思，居然把她丢给了另外一个更帅的家伙，只是她很穷。那么当然呢，刘小姐的爸爸呢就非常的不高兴。我安排了这么大的一个仪式，就是想要让大家看你把绣球丢到那几个暗桩手上，结果你给我丢到了这个吕蒙正的手上。哪知道刘小姐脾气也很就是拗，她非常坚决的要跟父亲拜别，就要住去刘蒙正的家里，去住一个很破烂的小房子，想要跟他一起生活。那当然呢，这个故事能够流传到今天，让我们听到，就是它的结果是非常的令人震撼跟惊奇的。就是这个刘小姐眼光特好，这个吕蒙正呢，在这个破窑当中还可以孜孜不倦的努力。那么之后呢，吕蒙正上京赶考呢，果然考试就非常的高分，是不知道有没有状元，但总之呢，就天下闻名了。在这之后呢，步步高升，一直升官发财。最后呢，还当到了宰相相位，而且人家当1次宰相，他没有，他当了3次宰相。
这个故事就是说，刘小姐的眼光不但好，运气也特别好。所以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要相信自己的龙年运气是好的，因为这个故事就是运气特别好，眼光也特别棒。那么大家在之前的海王星的一个熏陶当中哦，以及在给予当中、同情当中呢，我相信大家已经累积了非常多的福报。虽然之前的生活可能有困顿的时候、有停滞的时候、青黄不接的时候，而且甚至在爱情当中还受到伤害、还心碎，但是没有关系，龙年一切都要改观了，因为你之前累积的福报呢，在今年的能量场呢，就会像火星这样子迸发出来，或者是说之前的作品一直没有被人看见，但没关系，今年就是一个新的运气的一年，它就会出现新的转机，会有贵人看到各位的一个勤奋、努力还有才华。那么呢，最重要的是，当好事情发生的时候，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我怕大家心软，因为你的双鱼的能量太强了，就是很容易会拱手让人，不行。就是今年要学会接受的艺术，就是这组牌人应该已经很会给予的，可是接受呢还不擅长。那么呢，当别人或是主管啊，或者是考官啊等等，把桂冠呢戴在这组人的身上的时候呢，这组的朋友一定要欣然接受，知道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你得到这个荣誉之后，你之后也会再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呢，一定要好好的练习接受跟给予的这门艺术。那么今年的运气会非常的好，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跟珍惜。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讲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大家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龙年的整体的能量运势，有哪方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那么今天呢，这个占卜呢，我用到比较特别的牌卡，我用到了一个关圣帝君的一个签诗，然后加上紫微牌卡，因为是龙年是新年嘛，大家都很喜欢去庙里抽签。那么呢，今天就用这个关圣帝君的签呢，来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占卜哦。那么首先大家抽到的是第84签。他说：各中世序更纷然，当局须知一着先。长舌妇人休库听，例行礼义要心坚。它是一个中等的一个牌卡哦。他是说诉讼的话呢，希望能够和解，不要听信谗言。如果是求财的话呢，要缓着。如果怀孕的话，可能会生女生。旅行的人呢，或者是你等待的人呢，会回来。如果是要结婚姻缘的话呢，要再想想看，不要心意不坚呢，去妄求一些不属于你的事情哦。所以大家抽到的是第84签。那么紫薇的牌卡呢，你所抽到的是廉贞，再来是文曲。瓦多抽到了一张是贪狼。还有指点的牌卡，你所抽到的是 abundance， 是一个丰沛，有点像年年有余，很丰沛的感觉。再来是故乡。那么其他的神谕牌卡，你所抽到的是要专注在你的这个企图当中。你抽到了奇迹，再抽到了力量以及扩张的一个力量。再来是非常耀眼的一个太阳，它是一个非常阳性的一个能量。再来，你的星座牌卡所抽到的是月亮、灵魂。再来是巨蟹座的我感觉，以及射手座我看见。那么呢，塔罗牌卡你抽到蛮多的哦。第一张是钱币的侍者，再来是圣杯的皇后。最近几个测验呢，很多人都抽到了圣杯皇后，
表示大家呢这个情绪上呢都蛮成熟了，EQ 都算高的哦。再来呢，钱币九，哇，最后一张是命运之轮。那么纵观第三组的牌卡，其实它的能量是非常的一致的哦。首先，我们从签诗开始看起哦。他说：个中世序更纷然，当局须知一着先。长舌妇人休库听，例行礼义要心坚。那么这整个画面就是选到这组牌的人呢，要非常的坚定自己的志向，坚定自己要做的事情。旁边纵然有什么传闻、流言蜚语，或有一些人搬弄是非，例如说你已经选定好要投资什么东西了，然后旁边的人呢就一直说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然后有另外一个更好，你这个肯定会赔钱什么的。简而言之呢，就是会在你旁边说一些非常负面的话，把这些情绪倒给这组的朋友哦。又或者呢，选到这组的朋友，如果是比较年轻的话呢，你在做一个选择人生路途的分岔路上面，例如说是要读文组、读理组，又或者是说要读什么样不同的专业哦，来面对自己的人生。那么这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根本就不是那个产业的人，长辈啊，说啊公务人员最好啦，又或者是说什么什么最好啦，那个不会赚钱啊，这个才好。但其实，像这样子的长辈呢，可能你跟他讲 AI 两个字，他都不知道 AI 是什么。那当然呢，自己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如果被这样子的人给影响的话呢，那将会得不偿失哦。这个结果是可以预见的。那么大家的紫微牌卡抽到的是廉贞、贪狼加文曲。那么廉贪呢，本来就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在主星的一个位置哦。那加上文曲的话呢，选到这组的人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才多艺，而且呢，甚至贪狼给别人的印象是多才多艺，但是不精通。不过加上文曲的话，一定会有至少精通1到2个不同的东西哦。贪狼本身就经常出现在演艺人员的命格上面，那么再加上文曲的话，就表示这个人呢，他不是一般的演艺人员，他可能善于唱歌，而且也善于表演乐器，所以他可以边弹边唱歌。又或者说有一些人会作曲又会唱歌，所以他就是创作才女或创作才子，而且做出来的东西呢，不是一般般泛泛的东西，而是可以创作出一鸣惊人的一个作品。那么据传闻呢，周杰伦呢，他的主星里面就有一颗是贪狼。那么大家都知道，他出道的时候就是边弹边唱，而且还自己作曲。那么这一组的给人的能量的感觉就是这样，所以在龙年的时候选到这组的朋友，会有至少一门技艺，而且是比较偏向艺术文艺方面的技艺，会大放光彩。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是甲廉破五阳，你的廉贞化禄。那么呢，这整个牌组给人的感觉，然后所有抽的牌卡，它的关键词就是扩张。那么廉贞化禄它本身就有多的意思嘛，再加上呢，你又有各种的多才多艺的东西不断的在进行着，那么可以想见，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龙年呢，这个能量非常的多才多姿哦，很多事情要忙哦，所以其实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时间去听这个长舌妇人到底在讲些什么，可能会专心的在自己的创作路途上，在自己的工作路途上。甚至呢，有一些人会更加极端，本来呢都是比较喜欢待在家里，是宅男宅女，但是经过了龙年的一个蜕变，开始走进人群里面了，开始发光发热，被别人所看见，而你的这个作品啊、才华发展出去的东西啊，是会为你带来这个丰足的收益的。那么这个签诗呢，看起来虽然是比较平庸一点哦，它是一个中平的一支签，而且它的例子也说不上好，它是虚假害犯居。那么这个故事呢，简单来讲就是
范雎呢，原先是替虚假工作的哦。那么虚假有一次就派他去别的国家当使者，那么那位君王呢，就赐给了范雎很多的礼物，不过范雎都没有收。那么他回国之后呢，就告诉了虚假这件事情。那其中的缘由呢，其实古书上并没有讲，不知道为什么虚假就把这件事情呢，就告诉了这个魏齐，这个他的君王。然后魏齐呢，就非常的生气，就还把这个范雎的什么牙齿啊折断等等哦。那么范雎呢，在受到酷刑的之后呢，他就假装死掉了，他就假装假死，然后呢，趁这个守卫不注意呢，就跑走了。范雎呢就逃到了秦国，而且还说服了秦昭王呢，给他当这个宰相。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的才华也是很了得哦，说了几句话，这个别人就给他当宰相。但总之呢，虚假有一次他就出使到了这个秦国，那么范雎当然就现身啦，而且还哈哈哈这样子，想说你不知道我还活着吧，那种心理状态大概是这样。那虚假当然就很吃惊，想说天哪，我要赶快巴结他，就把带来的名贵的马匹啊，还有豪华的衣裳啊，什么貂皮大衣等等啊，就赶快当成礼物呢，送给了这个范雎。那么大家猜最后怎么样？范雎居然就他送我礼物了，然后就释怀了，这个故事就结束了。虽然看完这个故事，我是一头雾水，因为呢，我就想说，那他原本去别的国家出使的时候，就接受礼物就好了，因为到头来他接收了这个虚假的礼物之后，他心中也释怀了，所以他当初在别的国家为什么不赶快把礼物接收呢？就不会有这个场误会。所以其实这个故事为什么可以代表这个长舌妇人呢？我其实是有点搞不清楚它其中的逻辑在哪里。但总之呢，这个故事最后就是告诉我们，选到这组牌的朋友非常的有才华，而且非常了不起，你有这个让别人把你当宰相的本事哦。那么抽到这组的人呢，尤其你又有故乡这张的提点牌卡，再加上你有抽到巨蟹座，巨蟹座呢，它代表了家庭跟家里哦。那么廉贞，它本来就有一个把自己囚禁在某一个地方范围的一个特质在里面，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龙年你的能量场会很明显有一个中心点，会从自己的故乡或者是根据地啊、租处啊、住处等等，从家的一个概念里面呢，延伸拓展出去，变成一个大范围的，甚至像命运之轮，它是国际性的哦。那么射手座它也是国际性的国际事务、高等教育等等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会从保守到开放，这是一个很厉害、很了不起的过程哦。那么呢，这组牌的朋友呢，我可以想见呢，在之前呢，你已经努力了非常久了哦，因为你从这个钱币的侍者，它是一个小小的计划、小小的一笔资金、非常小小稳定的一个生活，是从一个侍者，他成长到了圣杯女王这样子的高度。然后呢，你又有这个钱币九，钱币九呢有9颗金币在这个女子的身边，也就是说，你手中本来只握有一个金币，但是以这个金币作为一个出发点，到了最后，透过你自己心智上跟情感上的成熟跟发展，那么圣杯女王呢，她和月亮的能量以及巨蟹座的能量都有很深的一个连结。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会透过一种内心的创作的一种活动，把灵魂释放出来，把自己最深层内心的情感投注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创造出非常可以引人共鸣，让别人呢可以感同身受的一个作品。但是呢，过程是有一点点独善其身的哦，因为钱币九是一个会专注在自己丰饶的生活上的一个塔罗牌卡哦，它和别人呢是比较没有关系的，非常的独立自主的一张牌。所以大家呢就从这个小小的一个钱币涨到了9个钱币，再加上你的提点牌卡抽到了这个丰足，这个 abundance， 这个丰裕的一个生活，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金钱上
会因为你的创作的发光发热，因为你的兴趣，它可能不是你的事业，它可能是与你原本就在做的一个兴趣哦，你没有把它当成工作来做，因为你的才华，它转换成了金钱，而且这个金钱将会非常的可观。那大家的作品呢，就有可能是透过例如网际网络做一个传播，因为廉贞这颗星呢，它和电子产品非常的有关联哦，所以贪狼的这个才艺，再加上文曲的加持所创作出来的成熟的，让别人有高度共鸣的作品呢，就可以透过网络传播到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是射手座的高度，是命运之轮，这个四海皆知、广为人知的一个传送度哦。那么大家的心灵牌卡有抽到太阳哦，所以可以想见这个作品呢，很能够鼓舞人心，所以它的传播率呢，就很像是有点像是病毒行销那样子，一下子呢就通通等比级数的涨了起来，就像是野火燎原哦，它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强。那么在之前呢，选到这组的人可能就已经努力了很多很多年了，因为钱币九就是一步一脚印的努力到了9，最后才会成为10的一个传奇。可是现在目前大家还在9的阶段，已经是非常的厉害了。大家的另外一张的心灵牌卡上面就是大家运用自己的力量跟耐力以及爆发力，去成就出你现在的事情做的事情的一个扩张哦，它将会有非常广阔的扩张。那么命运之轮这张的心灵牌卡都在讲这件事情，以及射手座都在讲一个非常国际化的扩张。所以有人呢，可能原本在家乡，可能会外派到国外，原本在家乡或是原本是地方乐团，没想到做的作品透过了这个媒介的传播，没想到在别的国度都可以听到，都可以看见。大家看哦，大家的神谕卡是奇迹，它有2道彩虹从山边这样子窜出，它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哦。这种感觉就像是你已经创造出了一道非常缤纷美丽的彩虹，挂在自己故乡的这个天上。可能故乡的人已经知道你在做什么了，可是你将要创造出另外一道互相辉映的彩虹，而它即将挂在远方，是一个你故乡要遥望的一个地方。那么有这样子丰硕的成果，当然是令人觉得羡慕跟赞叹的哦。不过有一个小地方要提醒大家，就是大家在做这个东西、做这个作品、发挥自己的才华的时候呢，要集中自己的意念。就像这个神谕卡上这个戴安娜，她举起了她的弓箭，她非常专心致志的往自己的目标想要击中这个目标一样。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一定要独善其身，因为你的牌卡里面很多都是你可能会有一点点闭门造车的感觉哦，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呢你会排除外界的纷扰，把自己的作品才华发挥到最棒的地方。而这个时候呢，就是会有恶魔产生。就是什么恶魔呢？就是长舌妇人，就是有一些人他会看不懂你在做什么，或者是想要在旁边使坏啊，想要离间啊等等哦，这些没必要听的闲言闲语呢，就一概都不需要去理会。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贪狼呢加上文曲它是水哦，因为这组的贪狼跟文曲这个水的能量太强了，所以它的桃花会很多。在桃花泛滥的情况之下呢，就可能有很多人会喜欢第3组的朋友。那么第3组的朋友呢，一定要坚守这个，你看这个礼义，所以要把这个道德的底线一定要守好。因为你将来的才华呢，如果传播出去的话，那名声也会传播出去。尤其呢，有一些对象呢，可能会拖住就是第3组的发展。因为第3组的发展可能将来会非常的宏大宏伟，那有一些对象可能就会觉得抓不住，所以就会讲一些话来动摇这组的朋友，所以这组的朋友要心意要坚定哦，不能被旁人所诱惑。
尤其在运气这么好的时候呢，就不要把心思放在爱情游戏上面哦，那个非常的不值得哦，因为人的一生中运气好的时候是有限的哦，所以要在运气好的时候把自己的才能、实力发挥到最大，并且可以获得相对的报酬，让自己的生活可以无虞，这是比较重要的哦。那么另外，如果是真的有在创作作品啊、专案啊等等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就是作品呢，一定要是那种可以感动人心的取向，一定是要可以穿透灵魂的那种取向哦。例如说，很多的电子音乐啊等等，它是重复着音符，它并不会在情绪上面多做琢磨，它是在一个节奏上面。不过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因为可能你很会洞察人心，察觉到人类的需要，所以呢，你做的作品如果能够引起高度的情感共鸣呢，会在这个效益上达到最大，会达到最大的一个成果跟成功哦。以上就是大家龙年的整体的讲解。那么今年呢，龙年的能量非常的棒，非常的高昂哦，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把握。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选到第4组的朋友，大家好。那么呢，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龙年整体的一个能量，到底有哪方面是需要注意的呢？有哪一方面呢会表现的比较好，是一个重点呢？那么今天我们用了很特别的牌卡，是签诗，是一个关圣帝君的签诗，加上紫微的牌卡来做一个综合的解析，以及很多其他的神谕卡以及塔罗牌。那么首先大家抽到的签诗是第95签，他说呢，知君袖里有离珠，生不逢辰亦强途，可叹头颅已如许，而今方得贵人福。它是一个中签，也不是凶，也不是，就是一个中的签哦。因为是中签的所有事情可能会稍微的延迟，例如说，如果你要求财的话呢，可能会稍微的延迟，然后呢，诉讼的话会有一点点损失。如果你要求名的话呢，会比较晚来。姻缘的话还没有决定。如果要问一下，就是远方的一个讯息呢，是有可能等1个月之上哦。再来，可是这个牌组的人可能会遇到贵人，然后如果遇到一些灾祸的话，也可以减一些灾祸哈，会遇到贵人。再来紫微的牌卡，大家所抽到的是七煞，好，这张牌很刚硬哦，很刚强哦。再来是夫妻宫，虽然是夫妻宫，但你隔壁抽到了化忌。夫妻宫化忌没有一定要离婚哦，大家不要乱想哦。我这边虽然帮大家抽紫微的牌卡，不过紫微斗数是一定要看自己真正的命盘。我这边只是看一个整体的占卜的能量哦，因为有可能是对应到你的流月、流年啊等等，不一定哦，就是看你整体的一个感觉。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提点卡，你所抽到的是发散以及领悟。再来，你的神谕卡抽到的是黄金的机会，就说有一扇重要的门呢，已经向你开启了，你要走进这扇机会之门。再来是勇气，以及一个生命的周期，夜晚的神奇的魔术，一个十字路口，还有你要释放过去哦。再来星座的牌卡，你所抽到的是第一宫，第一宫是自我。再来是水瓶座，我知道。以及第9宫，第9宫是信念。那么大家的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审判牌，再来是正义牌。哇，审判和正义你都抽到了。再来是权杖9，以及皇后牌。
那么呢，我们先从这个签诗开始讲起哦。大家所抽到的是第95签，它是张文远求官。张文远呢，其实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张辽。张辽呢，在《三国志》里面是一名很有名的武将哦。在史实当中呢，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呢，有过几次战争，可是都是失败告终。然后呢，他后来又跟了一名长官叫做何进，可是何进他在张辽起兵之前他就失败了。后来呢，张辽呢，他的兵将呢，又归为董卓所有。但是呢，董卓没有多久呢，他就过世了，所以张辽呢和他的兵将呢，全部又只好归为吕布所管。但是没想到跟了吕布的张辽呢，也没有太大的发挥，因为后来又吃了几场败仗。最后呢，是曹操打败了吕布，那么张辽只好率领他的部下呢，就投降了。但是投降了之后呢，曹操却重用了张辽，把他拜为中郎将。从此呢，张辽这个大家所熟知的武将呢，终于在曹操的管辖之下呢，得以发挥自己的所长。所以呢，这首签诗呢，他就说：知君袖里有离珠，生不逢辰亦强途。可叹头颅已如许，而今方得贵人扶。他就是在讲这整个故事，就是张辽他一波三折。他的生命当中换过很多不同的长官跟上司哦。不过在这个牌卡当中呢，大家的紫微牌卡抽到了夫妻宫，抽到了七煞跟化忌哦。那么呢，选到这组的朋友呢，你们的塔罗牌卡、指点卡或者是星座的牌卡当中，都透露出有一种不断的在法律的关系当中纠缠的一个感觉，尤其是婚姻关系之内、伙伴关系之内的哦。所以在龙年呢，整个能量的主要的场域里面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很有可能会在法律的争端当中，长久以来的争执当中，得到了一个明确的解决。因为这所有的牌卡里面延宕的这个气场哦很强烈，所以甚至这件事情它也不是最近才开始了，有时候可能拖延了已经好几年了，都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解决。可是在龙年呢，我看到的是终于事情迎来了一个转机，终于有一个确切的结果。因为大家看夫妻宫化忌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就断了就断了，其实不是。很多夫妻宫化忌的人呢，他其实想离婚呢还离不掉哦，其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能量，因为有一种比较像是业力相欠债的感觉在里面哦。再加上呢，大家的东方的这个紫微牌卡是这样子显示，而西方的水瓶座呢，大家抽到的水瓶座，它其实就是冥王星换位的能量，在1月21号正式进入了这个冥王星。但是呢，它在去年以及今年的9月份的时候呢，都还会在摩羯座跟水瓶座之间来来回回哦。所以这个能量场终于要转换了哦。这个龙年呢，是一个到了10月底之后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可能会在法律事务上有一个决定性的结果。那么不管结果是你想不想要的哦，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都能够昂首阔步的往前迈进。因此呢，今年呢，可能就会是分外重要的一年哦。那么由这个签诗呢，跟这个紫微牌卡来看哦，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个性上有非常冲动的一面哦，因为有七杀星，它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一个星座，做决定呢会稍微比较冲动一点哦，具有很大的冒险性。那么不管在恋爱上或是选择事业的伙伴上呢，都会少了一种成熟的思考过程，因此如果觉得不适合，想要分开的话，就是分外的麻烦。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呢，今年如果可以脱离那样子的状态之后，在找下一段的关系、下一段的事业伙伴的时候呢，就要分外的慎重哦，要汲取这个教训。
那么大家的这个牌卡当中呢，从发散到这个领悟哦，可以想见呢，在龙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延续过往的这个能量呢，它的整个气场是比较不稳定的哦，可能许多事情没有尘埃落定，所以选择到这组的朋友呢，就会一直在不确定当中做事情哦，那种感觉很不踏实。不过呢，在龙年的时候会有一个顿悟、领悟的阶段，就可能觉得说，好吧，那就离婚了，好吧，那就拆伙了，会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动作出现，甚至呢，这个除了签约的这个动作之外哦，你可能决定要放手什么事情，签约了。之后呢，甚至会把这整个过程呢，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可以出书，写成什么记录，放在部落格上面呢，给大家参考，都有这个现象在里面哦。那么这副牌卡里面呢，它的塔罗牌卡里面呢，第三者的能量特别重哦。这边的第三者不一定是感情当中的第三者哦。例如说，在这个审判牌里面，传统的审判牌呢是一对成人呢，他带着小孩在中央，然后天使呢吹着号角。可是在这副牌卡当中，他有一个很忧郁的人呢，他在最前面。那么很可能呢，选到这组的朋友呢，你已经决定要和新的人呢携手往下一段人生呢去迈进了。可是可能还有一个前任呢，过往的情人啊，或是等等的哦，继续苦苦哀求，希望可以复合，或者是纠缠不清等等哦。因为在第三张牌的权杖9这个牌呢，它也清楚的显示，因为在传统的当中呢，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并且呢，想要守护住自己所有的一个资产或是价值观哦。可是在这边呢，旁边却又跪坐了另外一个人，似乎是在祈求这个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的这个怜悯哦。好在呢，像这个签诗上有说会得到了贵人的帮忙。在第二张牌当中，这张的正义牌呢，也跟传统非常的不一样。传统上是一个执法的法官，他拿着剑跟这个秤，这个天秤。可是在这组牌当中又多出了其他的人，感觉上就是，可能原本的执法的人他没有那么公正。又或是站在第四组朋友身边的人呢，没有那么多，可是到龙年呢，却不一样了。有人替你呢把剑给直起来了，有人替你把这个天秤呢给提起来了，看起来是迟来的正义，它终将到来。因为审判牌跟迟来的正义，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在龙年的时候有一个结果，一个结论呢，会在通过上半年呢，会慢慢的显现出来。那么这时候呢，得到帮忙的第四组的朋友呢，就要更加的坚守自己的岗位，因此有权杖9。如果呢，你已经决定要离开一段关系，或是决定要往新的人生迈进的时候，不要再往回看，因为感觉上那个旧的能量呢，会一直纠缠着选到这组的朋友哦。可是大家要想想看，你最后一张牌抽到的是皇后牌，大家之后迎接来的新的人生呢，是比之前呢大概好大概100倍都不止哦。因为是皇后，是一个尊贵的人，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终于可能之前会感叹呢生不逢时，或者是说机会没有到自己的身边。可是呢，不用担心，因为最后呢，这个龙年会以这个皇后的姿态作结，就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终于建立了自己的一个舒适圈，或者是领地，甚至是自己所认可的家庭的氛围等等哦。尤其大家的水瓶座的能量哦，因为木星在水瓶座，它是在家庭宫，所以有可能呢，终于家庭方面的事物终于尘埃落定了。那么我们再来一定要谈到的是龙年呢，它会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终于发挥自己本色的一年哦。刚开始呢，或许还有些迟疑哦，不过在龙年的最后，大家的能量场就是气场会非常的强哦。它这个强是来自于第一个大家抽到的第一宫，第一宫就是所有东西的一个初始跟原本。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终于可以发挥出自己个性的本色。而七杀这张牌呢，就是
个性独立又敢做敢当哦，会很喜欢冲锋陷阵哦。他某一方面和这个第一宫的牡羊座呢是有相像的地方的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从这个龙年之后呢，自己的个性终于可以全部的得以发挥出来。再加上你有这个黄金的机会哦，那么有一扇机会的大门为你敞开了。这就是俗话所说呢，上天帮你关了一扇窗，但是呢，他又替你打开了另外一扇更棒的一个大门。那么这一切的转换呢，都需要第四组的朋友呢，要鼓起你的勇气去面对这个惊涛骇浪，而且呢，要秉持自己的信念，而且这个信念呢，可能需要例如说宗教或哲学方面的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来支持大家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甚至会借由自己的朋友圈有一群人，或者是宗教团体，或者是平常参加的一些兴趣的一些团体，来给大家力量，支持大家把这个结果做出来，把这个决断给做出来。那么这组牌的朋友，你抽到了心灵的牌卡是黑克特的一个路径哦。黑克特呢，他是一个毁灭之神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冥王星的力量非常的强烈，它是一个毁灭之后再重生的一个过程，它的过程会来来去去，来来回回，甚至因为之前的冥王星是落在了这个摩羯座上面，所以有些朋友甚至会和大机构做一个对抗，然后想要回到了一个个人的自由，就像是婚姻当中，你可能要经过法庭的审判、法官的审判，最后才能够获取自己个人自由的一个新生的一个状态哦。但是呢，黑克特她本身就是一个女王哦，她也是一个皇后，她的力量呢强大到许多人都惧怕她。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其实你心中潜藏的力量、能力、觉知能力是非常的强的哦。只要你把自己的本色，把这个第一宫的力量拿出来，把这个勇气给拿出来的话呢，纵然是呢已经绵延多年的这个纷扰纷争不愉快，在龙年呢其实都可以做一个非常爽快的一个决断哦。尤其呢这张牌它下面的注解又有一个让过去就过去的一个状态哦。那么中间的过程呢，虽然可能会不好受哦，但是从这个水瓶座加上射手座的这个能量，第九宫的能量，它可以告诉大家说，如果大家真的有在想要解决什么样的纷争，或者是想要把拖延很久的事情给完成的话呢，要尽量的多涉猎很多不同的知识，因为水瓶座它虽然在冥王星有它的注解，不过它本身这颗星座就是它是一个博学的星座，它是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星座，所以呢，如果想要重获自由之身的话呢，替自己争取权益最好的方式就是获取更多相关的知识，在秉持着一贯的信念呢，最终在龙年的最后呢，一切事情都可以圆满的解决跟达成哦。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龙年呢，它是一个解决过往很多拖延延宕，你想要解决但舍不得解决事情的一个最好的年份，它会让你重获新生，变成一个自由的生活方式，变成一个让你舒适的生活方式，而且这个生活方式是有品质，你可以享受，是个皇后的一个状态。你不再需要呢戴着面具生活，你可以做真正的自己，不用再畏惧说什么话或是做什么事会惹得谁不开心这样子。或许到了龙年的年末呢，大家就会想说，就会领悟说啊，我为什么不早一点做一个这个决断？不过呢，因为所有的事情它的时间还有发生以及缘灭呢，都讲究一个因缘，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今年就是一个重新振奋，重新开始做回自己本色的一年哦，非常的棒哦。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呢，恭喜大家哦！今年呢，就是一个拨乱反正的一年哦，大家会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并且得到贵人的扶持哦，将自己的人生重新导回到一个正确的路途之上哦，是大家都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哦。那么以上呢，就是第四组的讲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